釜山行导演岩上浩联合网飞再出新作《寄生虫灰色部队》，它的原型是经典日本漫画《寄生兽》。这部漫画自1990年起封神，全球销量超2500万册，由实力派演员全昭妮、具教焕以及韩流鼻祖李贞贤主演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某天，一种神秘而危险的外星生物从天而降，脱离了保护囊的他们战斗力全无，只能钻进人类的大脑里，让他们成为宿主。被寄生的人行为与平常无异，混进人群中根本发现不了什么，只有在必要的时候，他才会现出原形。一旦到了这个地步，绝对会开启一场大屠杀。时间回到1小时前，收银员和一个邋遢的男人起了争执，前提是男人购买的生肉没有贴上价签，但他觉得太麻烦，在柜台前大吵大闹，临走还嘟囔着总有一天要杀掉所有人。本以为是个小插曲，女孩并没有放在心上。骑车回家途中，一辆车在后面紧紧跟随，而后竟直接将女孩撞倒。邋遢男人冲上前刺了数刀，女孩挣扎着往前跑了几步，外星生物刚好掉落在面前。路过的货车看到车祸现场，立刻打电话报了警。警方很快赶到医院，嫌疑人李景川43岁，有轻微精神分裂，2次暴力前科。他手持武器追赶被害人，可不知为何竟失血过多当场死亡，伤口从胸部到脸部就像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划开。受害人郑秀仁29岁，背后有刀刺伤的痕迹，但看上去并不是今天造成的。与此同时，他似乎做了场噩梦，梦到有个女人塞了一沓钱，让他永远不要再出现。负责案件的金组长和秀贤相识，他只记得被男人袭击，刺了好几刀，之后的事完全没了印象。至于身上的伤疤为何看上去像旧伤，以及男人怎么就突然死掉了，他一点头绪也没有。但秀仁遇袭的时候，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想法，不幸的事又发生了。年幼时，秀仁和父亲同住，熨斗烫在身体上的疼痛以及骨折的疼痛，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如果不是金组长相救，或许秀仁早就没命了。时间来到几个月后，黑帮大哥回到俱乐部，有人向隔壁包厢的康宇透露了行踪，他假扮成服务生溜进去，可袭击不成，反被大哥制服。为了躲避追击，康宇乘车回了老家，姐姐得了脑瘤，一个人在家。据说小妹珍惜去了很远的地方。康宇觉得很奇怪，用珍惜的手机给她男友拨去电话，却被告知该号码已经暂停服务。与此同时，康宇看见了教会的宣传广告。秀仁身体恢复得不错，这天下班后，他乘公交回家，一阵刺耳的耳鸣声传来，紧接着一个男人走上公交，直到秀贤慌张地冲下车，男人的眼神还死死盯着他。另一个男人在今夜寻得艳遇，可当他和女人回了家，才发现这栋居民楼异常老旧。正在疑惑时，房间里走出来几个陌生人，商量着该把男人杀掉还是绑起来。这时，女人现出原形，窗外突然扔进来几颗烟雾弹，男人趁乱逃走。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冲进来，将房间里的怪物消灭大半。最后一个钻了空子，安全落地后立马恢复人形，想要逃跑，却被一阵刺耳的声音吸引。他掀开后备箱，看到同类被绑在椅子上。与此同时，崔行经举枪瞄准，怪物自知不敌，只能加速逃跑。房间里有很多受害者的遗物，其中一扇上锁的门后装满了受害者的残肢，墙上还画着诡异的符号，据说是怪物们的处尸式标记。另一边，姐姐收到通知，得知秀仁已经成了同类，她马不停蹄赶往目的地。康宇察觉不对劲，在身后跟踪。秀仁刚下车，耳边又传来刺耳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公车上的男人急速向他跑来。秀仁插翅难逃，因为前方还有另一个怪异的女人。为了确认秀仁是否为同类，两人变身后发动攻击。秀仁受到威胁后即刻变身，承认了自己的身份，但他并没有立刻同意加入怪物的组织。躲在角落观察的康宇不小心踩到垃圾，没等他跑出去几步，秀仁就将他甩到了一边。康宇解释只是想看看姐姐有什么不对劲，而秀仁本身也和那些为非作歹的怪物不同，只是警告康宇要按自己说的做，并没有对他下手。等到秀仁醒来，康宇按照吩咐告诉他寄生的事。怪物本来打算直接吃掉秀仁的脑子，可他伤得实在太重，怪物为了疗伤，启动了全身同质化，到最后寄生就变成了共存。这就是为何一有同类靠近，秀仁就会感觉到异样，而怪物每天能占据秀仁身体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回到家的秀仁心绪不宁，他在笔记本上留下一行字：我的身体里真的住着别人吗？5分钟后，秀仁从睡梦中醒来，
笔记本上多了几行字，刚才康宇说的都是事实。特别专案组接手了警局，凡是进出的人都要进行全方位检查，更有全副武装的警察举枪戒备。这一切都和会议上的某具尸体有关。寄生生物打击小组崔刑警解释，所有的检查都是为了确认警局的各位同僚身上是否有寄生生物。像之前发生的音乐节无差别杀人案，大肆砍人的怪物就是寄生生物，而它已经被小组捕获。几个月前，世界各地大规模出现寄生生物幼虫，可以通过人类的耳朵、鼻孔、嘴巴等入侵人体，然后占据大脑，夺取人类的意识。它们是独立思考的生命体，可以自由变换头部形状和硬度，有时也会变成刀一般锋利的形状。一旦寄生虫离开宿主，就会干涸而死。想要击败它们，就必须杀掉寄生虫附着的人体，要么是让宿主失血过多，要么一下子击垮心脏。这么看来，当然是霰弹枪攻击更有效果。崔刑警还教会众人识别寄生体的方法，除了 X 光外，可以拔下怀疑者的一根头发，只要立马干涸碎掉，就证明这个人已经被寄生了。除此之外，崔刑警的丈夫也被寄生虫占据了大脑，他头戴一个特殊装置，装置内可以喷射让寄生生物避之不及的化学物质。根据研究发现，寄生生物有个特征，能利用脑波检测到附近同类，只要留着他们的姓名，就能成为搜索其他寄生生物的雷达。于是，这个幸存的寄生体被命名为猎犬。康宇将最值钱的一块表卖了150万韩元，拿出8万修理了珍稀的手机，又和摩托车老板谈好30万带走二手摩托。下午时分，康宇刚拿到手机，得知有一群人在附近追问他的下落，正是摩托车老板告的密。康宇和赶来的对手帮派扭打一团，眼看对方人手渐多，他二话不说骑上摩托逃之夭夭。好不容易甩开身后那帮狗皮膏药，康宇打电话给帮派成员，对方很仗义，不仅要出钱，还愿意给他提供一辆车。两人约好今晚9点加油站见面。崔刑警不仅是寄生虫打击小队主导人，还是韩国最厉害的犯罪侧写专家，也是警校教授。他让警察调来最近的案件报告，其中就包含了有关秀人的超市谋杀案。金组长担心秀人，特意赶去超市探望。他对于寄生生物的事耿耿于怀，想到秀人后背上奇怪的疤痕，金组长犹豫再三，还是找借口拔下了秀人的头发。看头发没有立马碎掉，金组长松了一口气。夜晚，康宇赶赴教会，想探查下姐姐最近的行踪。秀人在回家路上被几人拦住，逼不得已，只能跟他们去了教会。这里聚集了大多数占据人体的寄生生物。为首的牧师告诉他们，寄生族的计划就是侵占人体大脑。不幸的是，其中一个同类在聚集着很多人的庆典活动，根据本能行动时被射杀，还被很多人看见了原型。就因为这件事，人类设立了专案组捕杀寄生生物，对他们的研究发展得越来越迅速。人类之所以会强大，是因为寄生在一个叫做组织的巨大的存在体。寄生生物无法繁衍，为了生存，他们要像人类一样创建组织，只有这样才能躲过大屠杀。与此同时，康宇钻进教会旁边的仓库，打着手电往里深入，一排排血淋淋的尸体触目惊心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是进了怪物的储尸间。怪物察觉不对，到仓库检查，方便更好追踪猎物，还显现了原形。康宇在房间里跟他捉迷藏，躲避时意外发现珍稀的尸体，对怪物的恐惧瞬间转化为恨意。他不顾彼此力量悬殊，冲上前就要取对方性命，同时也惊动了教会其余的人。康宇逃下山，恰好遇到仇家赶来索命，怪物们很快跟上来，二话不说现出原形，大开杀戒，所到之处全是亡魂。除了康宇反应灵敏逃跑，还撞到了秀人，现场其余人无一人幸免。秀人陪康宇去了约定好的加油站，一脚油门就要开车逃跑。问起仇家为何会寻到这里来，康宇才反应过来是同伴出卖了他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同伴拿出武器直冲而来，好在康宇反应迅速，抵挡了对方的攻击。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，怪物追上来掀翻车顶，秀人体内的怪物为自保也变了身。康宇急转弯将他甩下车，怪物紧追不舍，将秀人当作新目标，两边展开激烈大战。几分钟后，还是对手先停手，正准备逃跑，又被秀人一把抓了回来，砸在地上。由于失血过多，人体迅速干涸死去。与此同时，康宇得知同伴出卖自己，是受了老大的指使。为了和敌对帮派讲和，老大将刺杀甩过到康宇身上，并派出人手灭口。汽车停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，醒来的秀人循着求救声找到康宇，眼看即将体力不支，
汽车跌落悬崖，秀人再度变身救下了康宇。崔刑警翻开档案，恰好看见超市谋杀案，认定秀人是寄生生物。超市里的一对夫妻忘了拿停车券，妻子急匆返回，可丈夫却被车顶上的寄生生物附身。瞬间，超市一阵哀嚎，妻子担忧地上前叫住丈夫，看到他变身后的模样，来不及惊恐就被割下耳朵。妻子头脑风暴，将怪物引到后厨，泼过去一大桶强酸，又把它锁了起来。看着在里面苦苦挣扎的丈夫，妻子痛彻心扉。而这正是崔刑警的往事，也是她与丈夫间的噩梦。康宇联合秀人以及他体内的怪物海蒂一起商量对策，可以直接向警方举报，但前提是要匿名。一旦暴露行踪，康宇和秀人将会面临危险。两人向金组长举报了教会的尸体，还描述了怪物变身后的形态。金组长让江警察查了教会的位置，但不确定举报者的信息，他还是决定向其余组员保密，独自一人去了崔刑警所在的灰队。刚好崔刑警想问他关于秀人的事，也得知了教会里聚集的怪物，立刻召集人手全副武装，和警队一起前往目的地。崔刑警派出无人机在上方侦查，四周很安静，没有任何生命体征，猎犬也没有做出反应。一声令下，所有人向教会仓库靠近，果然在里面搜出成堆尸体以及墙上的神秘符号。金组长发现了属于秀人的钥匙串，他不动声色，选择对崔刑警隐瞒。现场发现的大部分尸体支离破碎，总共有500块。确认牺牲者信息还需要花一点时间。教会属于牧师全贺柱，42岁。几周前，他的家人报了失踪案。截止现在，牧师和妻子仍处于失踪状态。也就是说，要么是两个人都成了寄生生物，要么是其中一个吃了另一个。江警察被委以重任，前往牧师的最后住所搜查。他很快到达一所仓库，寄生生物早已在此等候。此前正是江警察通风报信，寄生族们才躲过一劫。他们已经猜到举报者是康宇，而杀掉同伴的那个同类目前还没有头绪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除掉猎犬，否则不管逃到哪儿都不可能安全。牧师交给江警察一把匕首，这个横截面跟寄生族的触须极其相似，只有这样才不会暴露江警察的身份。金组长要秀人见面，他和康宇商议后，同意半小时后在游乐场碰头。以防万一，金组长带上配枪，可他的行动还是被崔刑警盯上了。金组长开门见山，拿出秀人的钥匙串，他始终解释不出个所以然。金组长开始怀疑，他到底还是不是真正的秀人。崔刑警接收到猎犬的警报，附近有寄生生物存在，他端着枪冲进游乐场。康宇推开金组长，阻止他扣动扳机，两人趁机逃跑。此时警方支援姗姗来迟，江警察趁这个空档拿出寄生族给他的匕首。海蒂及时出现，让康宇先逃，留下他一人对付崔刑警。崔刑警自然不是海蒂的对手，但支援已经赶到，海蒂插翅难逃。同一时刻，江警察成功揪出猎犬灭口，躲在林子里的康宇看得清清楚楚。接到消息的崔刑警赶到现场，看到已经干涸死去的丈夫，极力忍耐着眼泪。这笔账自然而然算到了秀人头上。灰队一直在追踪寄生生物组织，几次三番搜查下来，察觉到组织的骨干领导还留在纳米尔县。举报人秀人，当地超市收银员。灰队拍了 X 光，也检查了毛发，证明秀人没有寄生生物特征。即便崔刑警亲眼见到他变身，也亲自跟他交过手，就是没有人相信崔刑警的说辞。而金组长也再三打包票，秀人绝对是人类。活捉秀人时，他昏了过去，目前脑部和脉搏跳动得很慢，虽然没有意识，但他的状况随时会有转折，只能先密切观察。总部下达命令，先好好监测秀人的状况，再将他送到总部详细检查。海蒂为了保护秀人，将他拉进内心世界，与外界的意识隔绝。这是秀人第一次和海蒂直接对话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。海蒂必须和秀人共存，所以没有杀害他的理由。而海蒂带秀人回忆的第一个场景，是伤害他的父亲被警方逮捕，那是秀人鼓起勇气活着的第一天。可是当时的人们却把他当怪物一样看待。金组长查到康宇的身份，他曾是呆瓜帮的成员，刺杀阿哲帮老大失败逃回老家，后又被本帮老大出卖。除此之外，昨天从游乐场开走2辆计程车，一辆去了金郡公寓，另一辆则去了汽车站。康宇刷着手机，并没有出现寄生虫的新闻。他心灰意冷，搭上客车准备逃离城市。金组长很快根据他的行踪找了过来，顺利将他铐上警车。事已至此，康宇坦白昨天看见
警局内部人员杀害了猎犬。金组长本来不想相信，可康宇清楚指认了江警察。看他如此认真，金组长也开始有些怀疑，让康宇交代他到底和秀人经历了什么。江警察给牧师拨去电话，通知他2小时后秀人就会被运走。为了应对突发情况，牧师也有了新计划。秀人仍在内心世界里，他回忆起后来见到母亲时，对方完全将他视为累赘，只塞了一沓钱，让他再也不要出现。从那时起，秀人就有个想法，难道只有他不配被爱吗？再加上之后厄运不断，不幸接二连三找上门，甚至现在还成了怪物，秀人都不禁去想，是不是旁人的厌恶成了诅咒？金组长得知了全部经过，秀人和其他寄生生物不一样，还能算是个完整的存在。海蒂和他共生，负责保护，只有那样，海蒂才能存活。想了想，金组长决定放走康宇。一旦等灰队总部接手秀人，难以想象他会遭受怎样的折磨。2人只有里应外合，才能成功救下他。金组长还保证，就算计划出了差错，他哪怕偷渡，也会将康宇安全送走。康宇拿着警局门卡进了2楼，右手边走廊尽头是灰队更衣室。康宇刚进去，就被灰队队员抓了个正着。好在金组长提前给了他仿生喷雾，康宇成功将其制服，并换上了灰队的队服。3楼的金组长得知计划成功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。康宇进入监测秀人的集装箱，准备关掉控制头盔设备的遥控器。换班的队员简单跟他寒暄几句，就忙着去食堂吃晚饭。偏偏崔行宁又赶来拿走遥控器，而康宇则被派到监测室查看秀人的状态。全体队员上车，等待对讲机频道的出发信号。江警察执意要跟金组长一起出发，眼看灰队已经开始行动，金组长万分紧张，生怕秀人会遭遇不测。护卫队行驶到天桥时，遇上大面积堵车，队员们下车去前方确认，本以为是交通事故，可前方站着的人突然变身，队员们收到紧急通知赶去支援。崔刑警意识到怪物想抢走秀人，让司机掉头离开，自己则赶去和怪物火拼，可怪物的数量实在太庞大，消灭一个还会有更多的出现。运输车遭到袭击，司机未能幸免。康宇打开后车厢查看，崔刑警晕倒在地，刚偷走遥控器，崔刑警就醒过来将他扑倒。与此同时，人类和寄生兽的战斗还在继续。康宇趁乱捡起遥控器，身后有怪物，崔刑警根本不敢分心。另一边，海蒂安慰秀人，秀人一直以为自己是怪物，可身边依然存在想要帮助他的人。这番话让秀人重新振作起来，勇敢地回到了现实世界。现场一片混乱，崔刑警看着逃跑的秀人，却无力制止。秀人得知江警察已经成了怪物，而金组长正被他带往怪物巢穴，奋不顾身下车追了过去。江警察劝金组长好好把握机会，何必要在这个岗位拼死拼活一辈子，临死前都捞不到什么好处。金组长掏出枪，对准走来的牧师连开2发，却被瞬间削掉头颅。赶来的秀人恰好看见他寄生到金组长体内，两方大打出手。海蒂的力量融合了秀人的愤怒，可惜敌众我广。关键时刻，康宇赶来支援，海蒂不再恋战，坐上康宇的车逃离现场。康宇打电话给珍惜的男友基石，提出要去他家里躲一阵子，可谁也没想到2人的信息已经被康宇的姐姐监视。几个月前，珍惜还在家里替姐姐看店，虽说姐姐的脑瘤有了好转，可她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。夜里，康宇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问了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他的下落，家里的狗不安狂吠。紧接着，姐姐和一个男人走出门，身后黑车上下来的人也缓缓向珍惜逼近。姐姐变身成怪物，爱犬为了保护珍惜不幸牺牲。乡下到了晚上一片死寂，何况还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成了怪物。珍惜逃到死路，来不及给康宇发起短信，怪物就毫不犹豫处理了他。时间回到现在，目击者上传了怪物的视频，舆论严重，警方无法再隐瞒，决定向大众公开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而最近正值韩国民谣音乐节，选址是在崔荣在纪念馆，届时南川市市长都会亲临现场。灰队总部只给了崔刑警3天时间，用来解决怪物带来的麻烦。金组长看了秀人的 X 光报告，得知他是怪物混合人类的变种人，派出康宇姐前去处理。此时秀人和康宇抵达目的地，房间里空无一人。康宇给基石打去电话报平安，计划找他借一笔钱，再带秀人一起逃跑。但秀人却坚持要向崔刑警传递情报。康宇不理解，
警局里有多少是怪物同类都说不好，现在找上门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警方调查到，很多人都会聚集到画着神秘图案的仓库，可能那里就是怪物的巢穴。崔刑警架不住金组长的怂恿，将行动时间定在第二天清晨。秀人趁康宇睡着出了门，还给崔刑警打去电话，告诉他警察内部现在至少有2个寄生生物。崔刑警将计就计，提出要和秀人见面详谈。中途，秀人提醒海蒂千万不要中途逃跑，即使很晚才回家，如约带来康宇要的那笔钱。在他的提醒下，康宇打开社交网站，看见珍惜来不及发送的讯息，让他千万不要回家。那一刻，康宇的良心被唤醒。崔刑警如约到天台和秀人见面，他很警觉，并没有和对方在同一楼层。崔刑警始终不肯相信他说的话，认为秀人已经完全成了怪物，为了混淆视听，所以才撒谎说金组长被寄生生物入侵了。话音刚落，警方冲上天台，准备抓捕秀人。海蒂适时占据秀人身体逃离现场，赶来的康宇正好将他接走。海蒂郑重警告康宇，最近他占据秀人的身体时间太长，接下来会处于深度睡眠状态，至少在接下来的3小时内不要再做出危险的事情。意外接踵而至，康宇姐闯进季氏家中，他打电话通知康宇，可姐姐突然变换形态，夺过季氏的手机，要求两人在15分钟内赶回来，否则就拧断季氏的脖梗。考虑到怪物并不知道海蒂在沉睡，秀人决定放手一搏。他学着海蒂的神情接近康宇姐，却很快就被怪物看穿。眼看对方又要发动攻击，康宇扔来灭火器阻拦怪物行动。季氏为了保护朋友，死死压住怪物，为两人争取了逃跑时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警方正在商量接下来的突击计划。崔刑警跟在江警察身后，成功剪下他的头发，但头发并没有如预想那样干涸碎掉。崔刑警也松了一口气。康宇打来电话提醒，灰队要进行的突击是个陷阱，顺便告诉他，猎犬就是死在江警察手下。这次崔刑警留了个心眼，提醒两人录音，如果这次突袭凶多吉少，就拿录音去找警察厅的金像珠警务官。这次行动是金组长自作主张，怪物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小部分炮灰被消灭。跟着客车离开的康宇姐看见金组长正残杀同类，忽然懂了人类所说的背叛是何种感觉。崔刑警大获全胜，对着康宇两人炫耀。两人都想不通为何怪物们要自相残杀，直到看见音乐会的横幅，才明白怪物真正的计划是要成为人类的首领。江警察憧憬着未来的仕途，曾经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警察，有幸加入教会，他和家眷才能和执事们攀上关系。听说教会的牧师最近不太对劲，好几次做礼拜都没出席。江警察自告奋勇造访，房间里阴森森的，没有活人的气息。牧师坐在沙发上自言自语，卧室里他的妻子倒在血泊之中。江警察刚拿起枪，就被怪物击倒在地。得知他是警察，可以利用，怪物没有急着攻击，拉拢江警察成为同伙。也就是说，他并没有成为怪物，而是背叛人类，成了怪物的走狗。事情如预想那般展开，金组长通报了寄生生物的调查进度，称韩国民谣音乐节可以如期举行，而秀人以及康宇姐都被列进了警方的通缉名单，以便有越来越多民众提供信息，更好解决掉寄生生物。但崔刑警却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明明金组长以前极力要保护秀人，为何现在的立场突然来了个大转弯？崔刑警问起之前在教会捡到并藏起来的东西是什么，金组长回答不上来，更是加深了他的疑虑。康宇姐打来电话，要求和两人在植物园见面。海蒂感受到同类的气息占据了秀人的身体，考虑到康宇怀有仇恨，不理智，他决定独自与同类见面。由于金组长的背叛，同类决定除掉他。海蒂没来得及回应，康宇冲了过来，却被怪物拧住脖梗提了起来。看见同类死亡时，怪物理解了康宇的仇恨，他将金组长的最终计划全盘托出，和康宇两人猜的一样，市长会亲临音乐节，一旦他成功占据身体，人类生存就会更加困难。时间很快到了音乐节这一天，崔刑检查了猎犬伤口的照片，得到结论，类似于寄生生物身体的武器是可以仿造的。灰队接到举报，有人在某个教会发现了一样的神秘图案，命令崔刑警带队去清理，残留在本地的寄生生物就全权交给警方管控。海蒂给崔刑警拨去电话，提醒他江警察确实不是寄生生物，只是和金组长狼狈为奸罢了。
得知怪物的最终目标是市长，崔刑警心生不安，让司机调转车头去音乐节现场。市长如约而至，康宇混进现场紧盯周围动态，随时给车上的两人报告。康宇姐解释，一般的同类第一次占有人类并支配后，就不再把那个身体当作自己的一部分，但海蒂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这样做，因此他不得不保护自己剩下的一部分。每次打架他都会拼尽全力，所以他会比同类强很多。金组长袭击了市长身边的保镖，与此同时，崔刑警赶到现场，场面乱成一团，市长就要成为怪物的盘中餐。蒋警察突然冲了出来，拉着市长躲进大楼。等到灰队姗姗来迟，金组长的头颅不知所踪。蒋警察拉开衣服拉链，怪物已经等候多时。康宇姐及时出手，却被身后的蒋警察偷袭。他将市长和康宇推至安全地带，临了留下一句：我对不起你和你的姐姐。在这之后，康宇姐被怪物偷袭，虽奋力反抗，却也身负重伤，没有了气息。而侥幸活着的江警察则成了怪物的新身体。他不依不饶，追上逃走的市长，随意变换的身体更加方便他勘察两人的踪迹。康宇将烟花绑在一起当作武器，掩护市长逃跑。可没多久，他又被拽了回去。海蒂在关键时刻赶来救援，两个同类一言不合爆发战斗。怪物头脸自知不敌，转身逃跑。海蒂一路追踪到了崔荣在纪念馆。头领解释说，人类向来是要赢得多数群体支持，才会使组织变得坚固。往往到了最后，人类只会纪念他们的头领，就像这个纪念馆一样。这也就是为何怪物将市长的头作为新目标。海蒂循着声音跟了过去，头领要他一起联手。崔刑警也找到了这里，海蒂为了帮他解决眼前的危险，显露了真身。同一时刻，崔刑警看见镜子里的反光，毫不犹豫举枪对准江警察。海蒂告诉崔刑警，杏仁是个奇怪的孩子，即使受了很多的伤，仍愿意对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。这一点，海蒂非常想学习，也拜托崔刑警好好照顾他。事情过去很久，杏仁恢复了正常生活。康宇时不时会来探望，他改邪归正加入了灰队，还带来海蒂想告诉杏仁的话。他庆幸自己没有完全占据杏仁的大脑，但不管杏仁喜欢与否，他都想要说一句，杏仁并不是一个人。有个自称是寄生生物领域专家的记者要求和崔刑警见面，他望着对方伸过来的手，陷入了沉思。而寄生虫灰色部队第一集到此结束，接下来的故事会如何，只有在第二集才能揭晓。